你好，我是大爷。一年一度 WWDC 开发者大会，看一看苹果给系统上带来哪些新的功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场发布会是过去差不多10多年以来苹果最重要的一场，因为有很多重磅的界面改变。那科技美学为你2分钟盘点完，我是大爷，咱们马上开始。发布会开始呢，是一阵赛车宣传片啊 ，F1 赛车，库克化身产品经理啊，指挥赛车进站，整个的苹果的园区化身成为了赛道，搅得整个园区啊都不安宁。一下赛道啊，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Craig。整活哥，你看这头发高啊，实在是高。原来是给苹果投资的院线电影 F1 来做预热。那这是由布拉德皮特主演啊，未来也会在国内上大影院。接着是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啊 ，Good morning， 库克跟大家伙打招呼啊。这次说明啊是开发者大会，未来几天会议我们会有很多重磅的功能。今天晚上先来一个全面的预览。首先带来的是 Craig 啊，上来就说 AI 啊，我的痛啊。他说我目前 AI 呢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去年带来之后呢获得了好评（括弧不包括我），是吧？你什么时候能上国内呢？那今年呢会有更多的更新，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当然，苹果还是要强调自己的 AI 呢是有大量的私密隐私保护。今天晚上会全面覆盖到我们每一个系统当中，会接下来为你逐个的演示。OK 啊，首先带来的就是 iOS 最新版本。Craig 明确说啊，这样的设计大的改变啊，几乎是10年一次，上一次还是在 iOS 7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的扁平化呢，也是引起了业界的震动和跟风。如今来到了 A18 芯片啊，我们的处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那么 iOS 呢也将会迎来重大的改变。仔细看啊，所有的动态界面全都变成了半透明的，而且啊，包括流动的按钮，就好像真的有一个水滴、一个玻璃覆盖在你的操作界面上，整体的画面变得更加灵动，好像整机的变得更加轻。光线呢会在界面上面真实的反馈，而且折射流动。这难道就是苹果的光线追踪吗？每一个软件界面你周围看的时候啊，下方呢都是半透明，而且呢在边缘角度的时候呢，会呈现出自然的光线流动，并且呢会覆盖到不同的颜色体系下面啊，非常的自然，就像一块一块真实的毛玻璃覆盖在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桌面上。来看研发的过程里边，所有的按钮都被真实的做了出来，根据真实的光影投射在你的用户界面上，确实相当的特别，是一次重大的改变。来猜猜这得多少内存起跳才能带得动啊？那苹果表示啊，接下来所有的用户界面这都是最基础的基调。下面是最重要的改变啊，名字原来呢是10系列的，现在直接跳到26大系统。首先 iOS 26，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锁屏界面焕然一新啊，液态玻璃清扫进入屏幕，动态的光影流动，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看下方了吗？有光影在动。而且图标呢还能根据不同的模式下自动的去调整。墙纸部分啊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上方的字符可以根据画面进行长短的调整，更贴合你的画面主题，让这个字符啊始终凸显在人物的后面。再来新的信息的时候，画面往上推动，那么字儿呢又会缩短。下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功能啊，大家注意看，一个物体作为锁屏的居中主角的时候，它可以活，看一看怎么活了。注意看，当我们活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裸眼3D 效果，满分100，大家给这个锁屏打一个分数啊！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接着相机部分的改变，首先呢，界面变得更加的简洁，不像之前有一大堆图标调来调去，所有的功能全变成半透明图标，点击之后呢，能够更加快速的整理出某一个图标的工具集，而且取景框呢也不会被按钮所遮挡。接着是相册功能啊，同样是重磅升级，我劝你重点关注啊，未来你能天天用到。首先相册呢进行了更大的精简啊，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好多图标改的我都找不着地方，这回呢进行了精简啊，你可以直接在普通的浏览和具体浏览当中。接下来重磅，我们可以把相册当中所有的人物变成裸眼3D 的。来问大家一下，你想把谁变成立体 3D 的啊？可以打在弹幕上面。这功能我可等了太多年了，非常需要，让你的相册的利用率大幅的提升。接着 Safari 浏览器，那么网页部分呢，去掉那些没用的功能啊，只展示出最核心的信息，可以过滤掉很多的广告。标签栏部分呢，经过重新的设计啊，不再遮挡网页，而是半透明的形式。其他所有操作呢，都会以这种流动按钮的方式呈现，包括标签，你在滑动的时候啊，它也会自然的缩小，减少对你画面的遮挡啊，非常的有用。那么 FaceTime 这些功能可能国内用的不是很多啊，咱们也就快速的略过啊，主要还都是界面优化。接着呢是苹果重磅升级的 CarPlay， 现场展示的这是福特电马啊，这外观还挺漂亮的。CarPlay 呢主要还是功能升级，不过看样子啊，主要还是在新车上面，而且在国内时装的几率也不是很大啊，但是总体界面还是变得更加好看了啊，同样都是这种液态玻璃的风格。接下来呢是日常更加频繁的功能啊，比如说电话列表当中你能看到这个人之前语音记录他跟你说了啥，比如说这
这个人你想不起来他是谁了，想不起来这是哪个朋友，是吧？通过聊天记录知道哦，之前我跟他有过什么记录聊天，你直接看这个文字，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预览，心里有个准备，并且呢，来电话之前你能够知道这个电话啊，它是不是重要啊？比如说我现在干活呢，我不方便接电话，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电话是不是重要，那么 iPhone 呢会提前和对方来进行沟通，对方给你说了什么话，它会提前展示在屏幕上边，等于说提前告诉你这个电话是不是重要的。如果是推销的，你就可以不接了。这个功能日常还应该是挺常用的。通话助理功能啊，直接帮你去挡掉一些没用的聊天。短信部分啊，可以更换背景了，是吧？这 QQ 表示啊，可以各种各样的动态背景随你挑，也能做各种各样的群组，基本上就是把各家聊天软件的功能啊，全都集合到了 iPhone 的短信上面啊，甚至还有什么投票啦。短信部分呢，还引入了全系列的这个垃圾检测，包括分类功能，重要的联系人给你做凸显，然后一些垃圾短信啦，或者是什么验证码了，都给你收到一块啊，就整体功能还算好用。接着重磅功能实时翻译，毕竟大家经常出国嘛，这肯定还是很需要即便不出国，你可能会经常有国外的朋友和你聊天，全面的渗入到你的每一个界面当中啊。比如说我在发短信的时候，你打的是中文，发出去的就是英文，甚至在打电话的时候也可以进行实时翻译功能。那么下方呢就会直接的给你翻译成对应的语言啊，我觉得这还是挺需要的，但不太清楚它这个是不是基于在线 AI。到时候咱们时装的时候再给大家做展示。而且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啊，他说即使对方使用的不是 iPhone， 那么也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所以就等于说他这个计算应该是基于 AI 来完成的，你不可能对面不是 iPhone， 你这边也能用得了，这不太现实所以我还是挺期待这项功能。好，那不光是通话啊，甚至唱歌的时候，歌词也都在实时翻译啊。Apple Music， 我们看到支持的汽车品牌啊，也不算少了啊，国内也有很多家，一共有13个品牌即将加入啊，可以作为钥匙来使用啊。这居然有乐道啊、蔚来啊，可以啊，国际化啊，包括比亚迪、小鹏、极客、领克在内的，包括红旗、保时捷啊，那等于说这些都是车钥匙终于到了很多同学期待的游戏环节啊，看一看有什么变化。主要呢还是说苹果的游戏订阅服务，就是你一次付费啊，可以玩里边的所有订阅游戏。另外呢，也是更多的开始完整支持游戏的手柄，主要呢还是做一个游戏社区，方便你和朋友一起来玩。但是具体部分并没有展示一些新的大作。接着又是 AI 的重大更新啊！我一看 AI， 我这脑袋都疼。这去年就聊过了，也就是说用苹果的 AI 呢去检测周边的环境啊，或者是一些信息。咱们说白话，识图功能，拍了某一个图片啊，或者截了某一张图，迅速的根据识图功能啊，带给你一些信息的展示。AI 啊，告诉你它的一些什么购买的来源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相关的什么热量信息等等啊。简单说，你看这边我们截了一个图啊，它会告诉你这个衣服是哪儿来的啊，去哪儿能买到，并且呢可以直接跳转到那个相应的 APP 当中啊，你不管你是购买啊还是评估啊之类的，这功能满分100，咱打一个分数吧。好，接下来苹果说了一个关键的啊，以上这些信息呢是可以渗透到苹果 iPhone 当中的所有软件里面，就不只是某一个软件，这些信息检索出来的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软件里面检索出来信息。OK 啊，以上呢就是 iOS 26升级的所有的重磅的内容了，满分100，大家先打一个分数。从我自己来说，那肯定就是那个相册的3D 功能，裸眼3D 啊最重要。当然还有一些日常通话的 AI 辅助，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接下来是 Apple Watch 更新，主屏幕呢也都做了自适应的调整，变得更加的好看。今年主要是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智能陪跑。我给它一个翻译啊，可能不太准确。简单说啊，这个智能陪跑功能啊，就是你平常的时候你锻炼不下去了，它给你加油，就这么简单。你跑着跑着，它告诉你，哎，加油啊，你马上就要跑到闭环了，咱们今天继续为这个记录啊，咱们燃起来等等啊，大概这意思。目前它里面演示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啊，我期待呢它里面未来增加更多的声音，变成声音可定制化，哪怕你收点费呢，是吧？来问大家一下啊，你希望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陪你一起跑步啊？它实际上是 Apple Watch 配合耳机来实现这个过程，包括界面叠放啊，更加高效率的在下方，虽然同样是展示信息呢，但是就可以展示的更多了，包括收到信息啊，新增的手势啊，延后去处理。对吧 ？Apple Watch 上面呢也有快速的记录的功能啊，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再拿出手机来记了啊。另外呢 ，Apple Watch 还可以感知你周围的噪音啊，比如说你在一个特别安静的图书馆的环境里面，它的通知音效啊也会降低一些啊，这些都是算是实用的更新。OK 啊，这就是 Watch OS 啊，总体来说算是正常更新吧，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接下来是 Watch TV 啊 ，tvOS 26啊，那么 Apple TV 这边在国内因为并没有上线啊，所以这边咱们就快速略过吧啊。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界面上的改变，所有的按钮呢都变成了半透明，不再影响你画面的观感。接下来是一些苹果影业的播片，咱们不展示了。下面 macOS 啊，重磅的电脑系统更新，我还是很期待的，它的功能更强。首先当然还是界面变化啊，全面变成半透明的
动态玻璃。下方我们看到所有的状态栏全都变成透明的了，一共是5大更新点，逐个来看。首先呢，界面更具有纵深感，上方状态栏全都变成了透明的设计，我一开始都眼花了，这没有揉。排布呢更加自然，变得更加的立体啊，就好像一块一块的小玻璃悬浮在你的电脑屏幕上。接着文件管理更好用啊，所有的图标呢全都可以和主题配色来进行调整，文件夹的颜色甚至文件夹的图标都可以自定义。下面是连续功能啊，当然还是多设备的协同。目前呢主要还是在你的电脑上面去操作你的手机界面，你可以快捷的去调取到不同设备里边的信息，包括你 iPhone 上面的语音通话记录、短信等等啊，在 macOS 上面啊都可以快速的调用，这就是连续互通。接着就是快捷功能啊，就是自动化这个稍微有点门槛，但是目前苹果说呢，引入 AI 之后啊，它能够实现的功能更多更方便。现在呢用 AI 去命令就快捷很多，不知道在国内什么时候能够实装吧，我还是挺期待这个功能。就所谓的一句话编程，以前是很复杂的，你需要甚至去付费去买这些快捷方式。接下来是搜索核心啊，聚焦功能，这是苹果的电脑用户最常用的，也是我最常用的。有了 AI 加入，它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改变，聚焦重大的升级。首先界面变得更加透明了，那现在呢聚焦能够引入你电脑里几乎所有程序，比如说我们搜一个信息，那么不光是电子邮件里面的啊，包括相关信息都会引入进来，甚至呢你这个聚焦信息呢能够搜索到某一个程序里的某一个功能。刚才展示的是直接搜索到 Photoshop 里面的一个修图的功能啊，这个还有点夸张。我们还可以进行简略化的一些快速操作啊，比如什么搜索 SM， 那么就是发送信息啊 send message， 比如说我们搜索 AR 啊，就是来记录我们的快速的备忘录。总之呢，这个聚焦功能它就更加的快捷出色了，因为它渗透了更多的软件，我们找到一些资料来快速的编辑一段图文并茂的这个文档非常的快捷。接着是很多人最期待的游戏环节。首先游戏的时候呢系统资源占用更少啊，其他的东西呢都尽量的去隐藏，避免打扰你玩游戏。另外呢还有苹果力推自己的 Metal 引擎，主要还是展示了一些即将上线的新游戏啊，这个还是值得期待，包括韩国模拟人生啊，云族裔，这是知名捏脸游戏，苹果也是聊了半天。我是觉得这个环节如果捏一个库克的脸啊，没准效果更好一些。今年晚些时候啊就会上线到苹果游戏平台。OK 啊，以上呢就是 macOS 所有的更新了，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啊。总体来说我觉得算是正常的更新。接下来是 Vision Pro 啊，也就是我们的眼镜的更新啊，我这盼了1年了，我看你更新点啥。首先啊，全新的数字化内容啊将会带给你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咱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小组件空间。我一开始没听明白到底是啥意思，这不小组件这还能有啥说的吗？没想到苹果玩出了花，它可以把小组件镶嵌在你家墙上，你家是一个白墙，那现在我可以给你镶嵌到各种各样的功能，天气了、显示屏了包括外边的透明的窗户了。你家以后咱就干脆是个毛坯房，不用装修了，各种各样的画框、动态的啊全都有了。好评。要说房地产，那还得看苹果。用过苹果眼镜的同学知道啊，这个它的定位是非常准的，基本不会有任何的滑动。这个功能满分100，大家先评个分吧，我愿意给它一个高分。以后戴着眼镜看你家里啥都有，是吧？啥都有而且以前就是悬浮在空中啊，现在咱可以紧紧的把它贴在墙面上，咱们躺在床上，我就在棚顶上贴点啥玩意儿，是吧？全新的 AI 算法呢，让更多的普通照片变成有深度的感觉。你戴上眼镜啊，就是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是悬浮在那里的。这个临场感，大家有时间感受一下，去苹果线下店确实很震撼。接着这个画面也是非常震撼的啊，我们看到一些空间画廊，而且呢，很多的网页啊，在空间场景当中浏览也非常的漂亮。这些特定网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看到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层一层楼在看的这些画面啊，这确实还是很神奇。等这个网页上线啊，咱们一定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全新的自拍影像啊，之前就感觉不像真人，现在呢更像真人了，但是看起来更吓人了一个真人悬浮在空中，这看起来确实更自然，因为之前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卡通人物。以前我们要看电影的话只能自己看，那现在比如说我调出来一个3维模型，旁边这个人看到的角度啊，就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就等于是大家都戴着眼镜来开会。这样的话呢，我们做一些这个虚拟流程培训啦，或者是一些开会了，就更加的直观。总体来说呢，还是有钱公司用的玩具。当然啊，苹果还是很重视隐私。另外还引入了新的硬件，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首先是空间配件的支持，不是 Apple Pencil 啊，是罗技给苹果全新推出了一个这算是空鼠类似这样一个功能，它可以在空间呢去协助你配合绘画一些标注工作。比如说我做了一个3维模型，我在空间直接标注，而且这标注完之后呢，其他人也可以看到。除此之外的话，苹果呢还支持 PS 的手柄啊，这是 PSVR 那个手柄啊，毕竟现在纯凭手势啊，很多游戏它玩不了，它不精确，你按键按不了。那么引入了这些手柄之后呢，确实就更方便。另外呢，还引入了更多的空间视频源，因为现在确实还是有点少，而且 iPhone 拍出来的画面感觉一般。那么目前苹果会引入更多新的厂商，包括 Insta360在内的厂商，去带来更多的视频源，还有很多的在线开发商啊，可以把一些什么智能家居啊，直接拽到你家里边，你就不用买了啊，就看看得了。苹果的空间视频，咱们看过几个，确实很震撼啊，就是目前觉得还是有点少啊，越来越多才好。OK 啊，以上呢就是 Vision OS 更新，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我觉得还是有些亮点啊，尤其那个智能家居功能，但是现在来说还是产品太贵啊，希望加油吧，加油降价。接下来啊，终于是今天最后一个，也是我最为盼望的压轴
首个功能 iPad OS 26更新。首先 Craig 总结一下啊，就是以上啊其他那些系统有的功能我们全都有，但是我们还有不一样的重要功能，来看一下多任务处理。那么首先来看它处理了什么，窗口化加上关闭最大化最小化图标，而且多任务同屏。来同学们啊，把6可以打在弹幕上，桌面6个窗口，而且还不止呢，这是我们盼望了10年，从2010年到现在啊15年的时间 iPad 的最重磅更新，它开始全面向桌面操作系统靠拢。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调节所有的图标以及所有的窗口大小，而且是自由调整，每一个图标的位置和大小都可以记忆，点开之后就在原位置，可以用手来进行轻松的拖动，无论你直接触控或者是用 Magic Keyboard 的触摸板都可以。最重点的是一些图标啊，当我们挪到边缘的时候，它会变成电脑，看到吗？也就是说这个关闭按钮最小化它是隐藏的。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啊！平时我们用手指鼠标的时候呢，我们就调出来小的关闭图标，点赞啊！这我没白熬夜。而且不光如此啊，刚才咱们看了一堆图标，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手势的方式甩一甩，把它挪到不同的边缘，快速的进行分屏，比例分屏当然都是在的。而且还有这边在点击的时候呢，你可以快速的调出8种不同的分屏方式，可以一键快速对桌面进行区分，这甚至比苹果电脑 macOS 还要好用啊！你这才反向升级了，是不是？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快速回桌面，同样是手势操作，非常的方便。现在已经展示出了同屏7个窗口，这生产力，我只能给它一个高分了，是不是？不少的软件呢，还都带来了顶部的菜单栏，这不就和电脑是一模一样的吗？有区别吗？没区别，是吧？谁说 iPad 没有生产力啊？把这个视频甩他脸上。那么苹果表示呢，不光适用于 iPad Pro 和 iPad Air 啊，甚至还适用于 iPad mini 的用户，你的 iPad 升级了。或者说升值了。那么 iPad mini 再配合台前调度，再加上外接显示器，妥妥的变成了一台小电脑。生产力部分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啊。接着是下一个痛点功能，也就是文件管理器。之前 iPad 上的文件管理器那就是一坨，我这不是从来都不用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增加了更多的菜单栏，包括它的文件夹也进行了多彩处理啊。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去找到不同的文件，这和电脑端是一模一样的了。所有的文件还支持打开方式，那这更和电脑一样了。以前这个找文件去打开这太费劲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图片由哪一个软件处理，完全和电脑看齐。接着我们看到这些文件呢，可以直接固定到下方的 Dock 栏里边，就和电脑操作方式是一模一样。我现在严重怀疑苹果就是直接把 Mac 电脑上面的系统挪到了 iPad 上面来，把它拖出来啊，直接拖到常驻栏，再拖到某一个软件里边，非常的方便高效。还有在电脑端的预览啊，这是常用的软件啊，也挪到了 iPad 上面，再配合苹果的 Apple Pencil， 可以快速的在未来的软件上面进行大量的标注，包括一些文档、图片，包括签名标注啊，都非常的方便。接着是音频和视频，音频部分啊，可以支持外接专业麦克风，这样的话，很多播客啊就可以获得更清晰的语音体验啊，包括降噪以及凸显主持人话语。另外还可以直接使用苹果的 AirPods 来做音频的控制啊，开始或停止录制。这其实就是主要针对海外特别流行的这种视频播客。另外呢，还可以针对本地来捕捉高音质的音频啊，说白了就是不叫录屏啊，就是录屏加上本地录音，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制作高品质的播客。接着还有一个重磅功能啊，这才是电脑有的功能啊，就是后台运算啊，很多人等了10多年，终于来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导出一个视频，可能要导出半小时、1小时，非常长时间，现在剪辑完，可以把它直接扔到后台，变成一个状态栏，告诉你还有多长时间完成。前台你可以干轻任务啊，比如说我们编辑网页、编辑文档、浏览等等。后台完事之后，它告诉你啊，直接输出完了，这不就是电脑功能吗？大幅度的提高我们的音视频处理能力。Craig 说这是 iPad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更新，毫不为过，确实如此。还有很多功能来不及细说啊，包括 3D 绘图啊、数字笔记等等。来吧，这次 iPad OS 26满分100，大家打一个分数。还是那句话啊，平板只有 iPad 和其他。最后还是再强调 AI 渗透进所有的功能里面啊，但是我有点担心，到底国行版本什么时间能够上啊？哪一年？大家可以猜一猜，打在弹幕上。OK 啊，到这里就是本次包括全系列的26版本系统的所有内容了啊，大家给整场发布会打一个分数吧。我自己觉得呢 ，iPad 这个环节是重大亮点，而前面的一个环节呢，每一个环节可能都有或多或少1、2个突出的亮点。总体来说，还是一次非常值得的升级。最后我必须要强调一下，目前还是一个内部的测试版本啊，苹果呢也不建议普通用户来升级，未来会在3个月后 iPhone 17上市的时候一同来发布。那现在呢，大家感兴趣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为你介绍详细的升级的流程啊，不建议主力升级。再次强调一下。最后啊，感谢苹果这没让我们白熬夜。那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拿言，2分钟发布会，稍后为你带来所有系统的实机上手体验。我们明天见。